喂，啊，对，我是罗小安的妈妈。你们快结束了是吧？那我马上过来接她，谢谢您啊，一会儿见，哎，再见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小安？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，我们去接他。你跟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小安？罗小安啊。罗小安，你把姓改了？对啊。那你改姓这事儿，季玉知道吗？他不需要知道。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？他是小安的父亲。季玉跟我说，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。姐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们是兄弟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。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，是吗？对啊，你助理挺好的，人好心好，也非常能干，这小嘴巴巴巴的，可不比你当年差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不要再找他，我也跟他说了，不让他管你的事儿。行，不找他了。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。姐呀，你听我的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真的不能这么做。罗大律师，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。那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，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。那就去告吧，把灯关了。不管你跟季玉有什么问题，他总是孩子的父亲，他有这个权利。我认为他没有。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，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。你在跟我说法律吗？对，我在跟你说法律。你再这样，他可以告你的。那为什么不告我呀？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。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。你真的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再刺激他了，他刚好一点点。所以不能见孩子，这个病得慢慢养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去送你。咱们路上说好吗？不要，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。罗琦，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，就是不希望你后悔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，不差这一件。你怎么？你让开点啊，小心我压到你的脚。我让你让开，你听不见呢。师傅，就这儿，停。罗老师，你也是来找您姐姐的？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，我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。罗老师，是您姐姐先找的我。就这一个要求，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，做不到走人。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，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，明天一早给我。靠边边，别压你脚。你见过季玉了吗？谁是季玉啊？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？罗琦的前夫，罗宾的前姐夫啊，就是那渣男啊！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？嘿，这是什么奖杯啊？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，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。罗琦和季玉是闪婚，罗宾是他们的伴郎。婚礼上，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，又代表新郎致辞。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？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没有细说，我也就没有细问。是不是？不是。没有人出轨，也没有小三。那是为什么？如果你见过季玉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跟罗宾说啊，他那个兄弟啊，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，会对孩子不好。
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，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，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。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。洛琪姐，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，是要讲求证据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，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？他得过抑郁症。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，证明他已经康复了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。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。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的。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，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，问他喜不喜欢。老太太嘴巴一张，亲妈就没了。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，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？你受得了吗？罗律，那个您回律所吗？我搭下您。对不起，我不回律所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。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，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就是温馨提示啊。用不着，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儿很难找吗？黛西是叛变了呢，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？你想多了，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。丽娜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丽娜说的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把小安藏起来，季玉快崩溃了啊！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。好，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，他已经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哟，疯了，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，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。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，让你生气了。他找不找女朋友，他结不结婚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好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？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，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，这个理由充分吗？姐，你这理由我能理解，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，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。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，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，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。你跟我谈法律是吧？啊，罗宾，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。你不要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没有闹，就是因为我不闹，所以我要找律师。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，受过训练的，都非常冷静。我是冷静不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。你真的假的？
你收一下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律师的名片，他叫麦飞，可能你也认识。我当然认识。他以前是我的助理。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？你什么时候找的他？我的律师叮嘱我呀，只要我找了他，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。我不是任何人，我不是任何人。你是律师，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。姐，我是你弟弟，我是你的亲人。当然，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，所以你相信我，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，你懂吗？别跟小孩说，否则我揍你啊！哎呀，有没有想舅舅？想了，怎么想的？睡觉都想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吧。小安妈妈，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，人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啊。还有这个，谢谢，没事。谢谢舅舅。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，千万不要给妈妈，最近妈妈不乖。来，先放里。好。你要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？看见就看见呗。哟，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？他看不见，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。罗宾找你啊？不接了，下班了。你干嘛不接呀？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。没事，你接吧。哎，罗律，我要见你。我下班了，我没在所里。那正好，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是这样，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，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，好吗？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？是因为罗琦吧？没错。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。我并没有躲，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您给我约其他时间吧，谢谢。喂，季玉，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，我们见面说吧。好，那我去你家。好，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。好的。好。这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了？就是不想被人怀疑。不想被谁怀疑啊？罗宾啊？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，怀疑。是啊，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。他知道咱俩认识啊。如果他真这么怀疑，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，越描越黑。哎，要不然，我是想说了，要不然别在罗宾身上。为什么？听你说话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是怕你为难，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。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？咱俩好好讲道理，那谁也不能急那种，行吗？你看啊，我过了司法考试，我有律师资格证，我再过上几年呢，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。我再熬上几年，等我有了名气，有了人脉，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。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。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，你能去律所上班吗？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，你什么都干不了。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。哎，别，你干嘛？你又来了！哎。
冰冰，你瞅啥呢？一起喝点儿。哎呀呀，酒。什么温柔，有点拉胯了。哎呀，真快，就这么给摔着了。罗宾，你先躺会儿行吗？我给你弄点喝的，醒醒酒。跟罗琦聊的怎么样？同意我见小安了。等你醒了，咱们再谈好吗？我现在醒着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去他那儿了，去找小安去了。人家全大市大爷没让我进。我说我干什么呀？我说我找我孩子。他说孩子谁？我说季小安。他说季小安。我说对，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、生日啊什么全都告诉他。我说你进屋去，你去给我问问。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？给我笑死了。跟我说没有季小安，我们这儿有罗小安，好笑吧？我后来仔细一想，你姐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，随你姓了，罗小安。姓都给改了，我。你有女朋友啊？恭喜你啊！谢谢，不客气。喂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罗琦告诉你的。罗琦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没想好怎么告诉呀？怎么说呀？哦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吧，他生我气，不让我见小安，还把小安姓给改了。因为这个是不是？你说话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理解他，他需要时间，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。消化可以的消化，但是我妈想孩子了，我也想孩子了，我真的想见小安，真的罗宾，好久没见小安了。我也干了。来，乖，躺这儿，躺下。